世界各地的海贼们开始蠢蠢欲动，大多数超新星们已经按耐不住自己的野心，开始向新世界进发。黑胡子已经在新世界搞出了动作，那些觊觎四皇之位的各路海贼也开始了厮杀。其中最不幸的就是杰尼邦尼，居然在新世界碰到了残暴的黑胡子海贼团，被黑胡子当场捉住，准备用来和海军做交涉的筹码。要说这黑胡子海贼团混的也是够惨，从马林凡多出来后，一没钱，二没船，全团靠华木庄来到了新世界。团队唯一的女性成员戴鹏想要换身像样的新衣服都无法被满足，团队很快出现了分歧，互相抱怨起来。若不是大家顾及黑胡子的强大，恐怕已经散伙分家了。黑胡子海贼团将邦尼五花大绑，没想到这种小姑娘居然悬赏金过亿。黑胡子计划得很好，如果把她交给海军，大概可以换一艘军舰呢。不过呢，黑胡子看了看邦尼凹凸有致的身材，笑呵呵地说，如果邦尼肯做他的女人，他会考虑带着邦尼一起在新世界里混生活。邦尼飞起一脚将黑胡子踢飞，像他这种又黑又胖的人，邦尼根本看不上眼。属下们笑成一团。黑胡子强大是强大，但是长得丑属实也是硬伤。这时负责瞭望的狙击手范奥卡报告说，已经可以看到军舰了。黑胡子很高兴，谁知范奥卡话锋一转又说道，不过看起来海军并没有打算与他们进行交涉，也没有把军舰留给他们的意思，因为亲自随军舰追过来的是海军大将赤犬。一听说是海军强硬派的赤犬亲自出马，黑胡子知道交涉是没戏了。不过现在还不是和赤犬交战的时候，于是他一声令下，丢下邦尼，带着自己的小弟们灰溜溜撤退了。赤犬登岛后没有发现黑胡子，感觉还一丝丝失望，转过身看到了被五花大绑的杰尼邦尼，话不多说，直接抓起带走。另一边，在圣地马里乔亚，多弗朗明哥向自己身后的指使人世界政府报告了此次行动的结果。顶上战争，世界政府暗中指使多弗朗明哥干掉莫利亚。没想到，当多弗朗明哥准备下手的时候，莫利亚从战场上凭空消失，无迹可寻。明哥的抹杀行动只得宣告失败。多弗朗明哥不太能想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不过想一想，大概是什么自己不知道的果实能力吧。想一想也觉得挺有趣的。世界政府派来和多弗朗明哥接触的官员对明哥的态度十分不满，责备他对工作太过敷衍。明哥眉头一皱，冲上前摆出要杀人的架势。眼前这个家伙官职不大，官威倒是挺足的，是谁给你的勇气和本大哥这么说话？多弗朗明哥笑呵呵地说，不管你们在世界政府的官职多大，跟我都没有关系，我可是海贼，七武海的职位我想退就退。这种风格可以说是很明哥了，不受任何势力限制，来去自由，自在潇洒。路飞重返马林凡多，看似悼念死者，实则是为了通过报纸向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伙伴们传达暗号。路飞的手臂上画着一个奇怪的图案，上面的3D 被划掉，取而代之的是2Y 的图案。伙伴们通过报纸看到路飞的头条报道后，一下子注意到了路飞胳膊上的纹身。大家仔细一分析，很快就猜到了路飞的用意。原本3天后的约定被取消了，各位2年后再见。这2年时间里，大家努力修行，各自提高自己吧。乔巴乘坐巨鸟回到了特里诺王国，打算在这里潜心钻研岛上的草药，学习新的医学知识，同时还要增强自己的体力和力量。看来这2年的时间自己要忙起来了。岛上的鸟类和土著居民对乔巴十分欢迎。听说乔巴要研究草上的捣药，土著居民将乔巴带到了岛上的图书馆，这里有数以万计的书籍，里面记载着各种各样的草药，让乔巴大为惊讶。土著居民大方地将这些书籍全部分享给乔巴，只要乔巴在岛上，他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查阅各种书籍，研究各种草药。乔巴随便翻开一本书，发现里面记载的都是自己一直想要研究的植物和制药的技术，这让乔巴十分欢喜。不过仔细想想，岛上的土著居民虽然看起来很落后，但是他们的武器都是机械化的，十分先进。看来这是一个文化水平很高的国家，待在这里的话，应该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。乔巴想起来，自己自从吃了人参果实之后，一直被人当作怪物一样对待，只有路飞把他当成伙伴，但是在危机来临的时候，自己却什么也做不了。一想到这些，乔巴就觉得十分愧疚，他要在这个国家学习更多的知识，将来为路飞所用。小空岛维萨利亚，那些年迈的气象研究学者们正在为被娜美欺骗而气愤不已，大家围拢上来对娜美各种批判，还准备把她赶出国家。娜美立刻跪坐在地上，满脸娇羞，老实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甚至要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为自己赎罪。既然大家都不肯原谅自己，那不如从小空岛跳下去，一了百了了吧。这些老学者们哪里见过这种阵势，见娜美又哭又自杀，当即原谅娜美，结果当然是被娜美耍了一顿。娜美立刻转变一张笑脸，厚着脸皮留在了维萨利亚，继续在这里学习气象知识。
从蓝衣服老爷爷那里，娜美得知了新世界的气候变化多样，反复无常，很多天气都是用人的常识无法解读的。想要在新世界的海域航行，没有远见和足够的气象知识储备，完全不行。娜美迫不及待地央求蓝衣服老爷爷教授她气象知识。自己是航海士，很多时候在海上可谓是责任重大，只要是船长想去的地方，无论哪里都要想办法带他去。同时，自己又肩负着全船人员的安全，自己的船长是未来要成为海贼王的人物，因此自己绝不能做一个普通的航海士。蓝衣服老爷爷被娜美的决心和勇气所打动，到底是什么样的船长这么幸运，居然让水下的船员如此为他着想？二人达成协议，蓝衣服老爷爷毫无保留地将气象知识传授给娜美。再说那个失手炸毁了贝加庞克研究所的弗兰奇，海军将此次灾难称为本世纪最大的损失，并且设立专案组专门调查炸毁研究所的犯人。弗兰奇却因祸得福，因为爆炸而发现一条密道，密道中建造了电动的传送带，从这个密道进入到山洞的深处，可以发现另一个隐藏的研究所，这里才是贝加庞克的心血所在，真正的秘密研究基地。被炸毁的那间研究所里面记录的都是有助于人们生活的发明，而这间研究所里却藏着各种武器研发技术，从战舰到人类细胞，贝加庞克的发明无不涉及，这才是弗兰奇感兴趣的技术。弗兰奇决定住在这个研究所，倾尽2年的时间将所有的技术全部掌握。弗兰奇一生的梦想就是看着自己造的船能够环游世界，而路飞将他这个梦想给点燃了。本来是一个街头混混，终日无所事事的弗兰奇，最终也找到了自己的寄托，跨越无数大海，历经艰难险阻，最终到达大海尽头的，才能被称之为梦想之船。而能让桑尼号成为梦想之船的，非路飞莫属。弗兰奇坚信路飞会带着桑尼号完成环球之旅，在那之前，自己要成为最优秀的船匠，掌握驾驶桑尼号跨越各种艰难险阻的技术。到那时候，就一起跨越新世界的惊涛骇浪吧。桃色岛卡马巴卡王国，山治看了报纸上路飞留下的信息后，突然冷静下来，都在急着离开岛屿，这让伊万科夫感觉十分奇怪。他向山治询问其中的缘由，山治做了个鬼脸。既然你不相信我和路飞是伙伴，那就不告诉报纸上的信息，笨蛋。不过吵架归吵架，伊万科夫还是大方的留山治共进晚餐。山治吃了岛上的料理后赞不绝口，这种料理有一种很神奇的力量，吃完后让人感觉到精神倍增，浑身充满力量。伊万科夫告诉山治，这种料理叫做攻击料理，吃了它后身体就会变得强壮美丽。山治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的料理烹饪方法，请求伊万科夫将料理传给他。伊万科夫的答案当然是不了，这么容易就答应你，下面的剧情还怎么演？在卡马巴卡王国流传着一个名为99只活力泰森的东西，新人妖拳法奥义，这种秘籍只传给本岛的人，不会传给那些没有少女之心的外人的。想要学习这套料理菜单，首先需要将内心变成少女，然后从零开始学习新人妖拳法，这就和欲练此功必先自宫是一个道理。这个条件，山治当然是义正言辞地拒绝了。用他的话来说，我不是为了和女人做朋友才出生的男人，而是为了爱护女人才出生的男人。山治的言辞拒绝让伊万科夫心生敬佩。伊万科夫决定给山治一个机会，那就是把料理的食谱分别交给岛上的99个新人妖拳法的师傅，山治可以用海贼的方式将他们夺回来。不过岛上的人妖们会给山治制造各种困难，他们会不分昼夜地逼迫山治穿上人妖的礼服，只要稍不留神，山治就会被强行变成人妖，想要休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伊万科夫向山治许诺，只要他能赢得这场战斗，就会把船给他，还会满足他全部的愿望。这样的决斗对山治来说是比赌上性命更加严峻的尊严之战。山治的犹豫之际想起了和路飞在一起的点滴，为了让这个船长称霸新世界，赌上一切都值了。山治一口答应下来，只要自己赢了，就会比现在强悍数倍。下次再见面的时候，山治会为了助路飞成为海贼王而成为世界第一的支援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开打。新人妖们一拥而上，将山治团团包围，拳拳到肉，毫不相让。我是绝对不会输的，路飞。伟大航路剑山岛，布鲁克被长手族挟持后被迫营业，四处被人当作小丑一样展示演出。原本布鲁克十分消沉，但是当他想起路飞的时候，心中的热火突然被点燃起来。他拿起电吉他，音乐一响，灵魂沸腾。本来现场的观众对眼前这种神奇的生物十分排斥，但是当布鲁克的音乐响起来的时候，大家都会不自觉地跟着摇摆起来。这是什么音乐，如此摄人魂魄？为了路飞，不管做什么，总要付出一些行动和努力。东海大桥脚下，罗宾明白了路飞的用意之后，答应暂时加入革命军，与革命军们一起前往总部巴尔迪哥，去见那个世界上最穷凶极恶的罪犯革命家龙。罗宾看着远方的皑皑白雪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如果随着龙一起投身于世界的浪潮之中，
自己会不会也会稍微变强呢？波音列岛的乌索普因为暴饮暴食，已经变成了一个连走路都十分艰难的肥仔。不过，当乌索普从报纸上看到路飞的报道之后，突然开始运动起来，要变瘦，要变得强壮，要变得更强大，成为海上最勇敢的战士。海利克斯跟在乌索普的身后，十分不解，是什么力量让乌索普突然变得这么努力了？乌索普告诉海利克斯，我收到了船长的消息，那个家伙需要我，即使路飞再强大，他也有无法匹敌的敌人，他也会输，他也会勉强自己，他也会痛苦的大哭大叫，所以他需要我的力量。为了助路飞成为海贼王，自己一定要成为当之无愧的狙击之王。基于这些缘由，乌索普正式拜海利克斯为师，在波音列岛这是危险的地方能够存活下来，海利克斯必定有着许多强大的武器以及生存秘籍，在他的身上，乌索普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海利克斯估计是第一次被人拜师，既紧张又兴奋，当场收了乌索普这个徒弟。乌索普为期2年的魔鬼训练开始了。再看索隆这边，一向对鹰眼充满敌意的索隆，突然在鹰眼的面前屈身下跪，请求鹰眼收自己为徒，让他能够在鹰眼的门下学习更多的剑术。鹰眼面无表情，没想到索隆这种有罪难的男人会向敌人求情，真是让人失望。鹰眼无情地将索隆赶走，索隆跪在地上一动不动。鹰眼继续贬低索隆，你这种被狒狒打败不能出海的家伙，我没什么好教的。索隆头也不抬，用低沉的声音说道：狒狒嘛，我已经全部打倒了，我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取下你的首级。明知道眼前的这个家伙将来会取自己的脑袋，谁会傻到收敌人为徒呢？鹰眼听了索隆直白的叙述之后，突然哈哈大笑，这才是自己欣赏的索隆。不过，当这样清高的男人低头的时候，恐怕是为了某个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的人。鹰眼安排佩罗娜给索隆治疗之后，就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地狱修行。岛上的狒狒也有强弱之分，索隆打倒的那一批狒狒恐怕是很弱的那个等级中的。在所有的狒狒之中，有一个狒狒之王，他身后背着一把仿造鹰眼的黑刀叶的精湛武器。无论从体型、武器装备、身手等方面，狒狒之王对于之前的狒狒不在一个等级。索隆拔出3刀，向那只巨型狒狒走过去。我要变得更强，双方站在一起，杀气卷起层层风浪。我是剑魔君，咱们下期见。